幻象2000战力解封，乌克兰的防空神器，台湾有借鉴的需要吗？2026年刚开始，国际军火界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：达索公司的老古董，诞生于冷战末期的幻象2000，在东欧平原和西太平洋同时上演了2出完全不同的戏码。乌克兰那边，幻象2000刚落地就成了战地解封的奇迹，号称拦截率98%，而台湾这边，这群幻象2000却成了吞金兽。那么，在现代数字化战场上，幻象2000这款法制名机到底是老当益壮，还是在强行续命？台湾要不要借鉴乌克兰的经验？2025年，乌克兰空军最大的惊喜就是法制幻象2000 5F 正式入列。以前乌克兰飞的是苏27和米格29，那是纯纯的苏系血统。F16也来了，只是数量不够多。等到2025年，乌克兰空军直接换上法式大餐，这可不是换个飞机那么简单。重点在于战地解封，重点就是云母导弹。以前的乌克兰最缺的就是视距外的底气，在空战里谁先看见谁先开火，谁就是大哥。以前乌军只能跟俄军玩贴身肉搏，现在有了云母，总算能坐在办公室里点名了。云母导弹厉害在哪儿？他最绝的一招叫双模导引，有雷达制导和红外制导2个版本。俄军的苏 35S 不是喜欢开电子干扰吗？你一干扰，我雷达信号可能不好使，但我转手甩出一枚红外版云母，这玩意儿不发信号，全靠看热量。等俄军飞行员发现屁股后面冒烟时，连求救信号都来不及发。再加上50G 的最大过载，4马赫的速度，火力军只能说，只要被他盯上，想跑，俄罗斯想多了。幻象2000挂在云母导弹后，战力的确有了大提升，只是这98%的拦截率到底是吹牛还是真牛？乌克兰那边传出消息，说幻象2000拦截俄军巡航导弹和无人机，成功率高达98%。说实话，这个数据听听就行，别太当真，毕竟战场宣传也是战斗力的一部分。但如果说它拦截巡航导弹效率高，那确实是有技术支撑的。幻象2000 5F 装了2DY雷达，下视下射能力相当出色。那些贴着地皮飞的 KH-101，在他眼里就像是秃子头上的狮子，一眼就能看到。而且幻象2000爬升极快，接到预警后一脚油门就能上天，拦截效率这快，确实比那些傻大黑粗、雷达还经常近视的苏系老兵要利索得多。顺带一提，云母导弹的最大射程可达60至80公里，乌军能够在中程距离上对俄军发射滑翔炸弹的载机形成威慑，补足了此前仅依赖短程武器的火力缺口。既然幻象2000升级那么好用，台湾要不要学习一下？台湾在新竹基地的幻象机队那是当年的天之骄子。1992年，台湾大手一挥，买回了60架幻象2005。在当时，这飞机就是制空权的代名词。只是30多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女神已经变老了。与乌克兰相比，虽然战机的名字都叫幻象，但内在稍微有一点区别。乌克兰拿到的叫 5F， 台湾飞的叫 5EI。在雷达方面，台湾是早期的 2DY， 信号处理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。乌克兰的虽然是改装货，但雷达升级到了 2DY2 标准，探测距离增加了 15%， 而且多了合成孔径模式。简单说，乌克兰的能看清地面上的车，台湾的幻象只能盯着天上的鸟。不过功能的差异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各种政治限制，台湾当年买飞机的时候，幻象被阉割成了纯拦截机，只能打空战，不能扔炸弹，连对地攻击的软件都没装。反观乌克兰，法国人又是送斯卡普巡航导弹，又是整合 ASM 精确制导炸弹，硬是把一个防空兵改成了全能打手。对于台湾而言，这点问题可以接受，毕竟是防守战略，学习乌克兰也可以，但不是加装导弹。台湾也有云母，更多的是作战灵活性，比如分散部署，别老窝在新竹，万一导弹砸下来全完了。得学乌克兰，今天在这儿停，明天在高速公路上落，还要将数据链打通。幻象长期以来跟美系的 F16 IDF 聊不到一块去，属于通讯孤岛。如果能像乌克兰那样接入 Link 16，战力起码翻倍。还有就是 MSA-NG， 这是终极解药。最新的云母 NG 导弹用了 AESA 导引头和双脉冲发动机，射程超过100公里。这玩意儿最香的地方在于，它跟老款云母尺寸一模一样，挂架都不用换，即插即用。至于其他的升级稍微有点难。对于台湾来说，幻象2000有个扎心的问题，年龄太大了。这东西不是腊肉，放久了更好吃。战机年龄越大，性能越差。面对那些高性能4代机、5代机，幻象2000有点顶不住。重点还是幻象烧钱的速度比烧油还快。火力军给你们算一笔账，幻象2000飞1个小时得花2.85万美元，同档期的 F16V 只要5700美元，IDF 也就8900美元。幻象2000的飞行成本差不多是 F16的5倍。贵的原因也很简单，法国货的备件是独门生意，还得横跨大半个地球运过来，加上亚热带这种潮湿环境，发动机维护起来简直是噩梦。现在台军内部也在吵，是继续花钱延寿，还是干脆退役省钱买无人机？具体选择哪一种，还是要看在台海幻象2000能起到什么作用。当前空战5代机才是最强的，
幻象2000这种老旧战机性能稍微有些过时，但不是不能用，能当骑兵。5代机的隐身主要是防雷达，但它的发动机喷口还是有热量的。幻象2000如果关掉雷达，悄悄靠红外搜寻跟踪系统摸过去，再甩出一枚红外板云母，理论上确实有伏击的可能，但这属于极限换命的操作，概率大概跟买彩票差不多。除此之外，幻象2000的三角翼在高空表现极佳，5万英尺以上，它的机动性衰减比 F16要小，它的战略定位已经从全能冠军变成了专业捕漏，主要任务就是在防空识别区拦截那些高空巡航导弹或者情报机，说白了就是把最累、最急、最脏的高空截击活丢给幻象2000，给 F16V 省点寿命。至于要不要延寿，台军现在还在吵，2025年到2026年，因为预算吵得不可开交。支持派说 F16V 交付太慢了，现在退役幻象，台北的大门就敞开了。反对派说这就是个无底洞，有这钱多买几枚爱国者导弹不行吗？目前折中的办法是先拿400多万美元，请法国达索公司给9架双座机做延寿体检。如果体检通过，这批飞机可能要飞到2040年。总的来说，幻象2000在乌克兰和台湾的表现，其实反映了2套完全不同的战略逻辑。对于乌克兰，幻象2000是救火队员，是解燃眉之急的豪赌。管它成本高不高，只要能拦住导弹，那就是好机。98%的拦截率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它确实给乌克兰空军注了一针强心剂。对于台湾，幻象2000相当于一份昂贵且逐渐过时的保单。退保吧，怕风险；续保吧，那保费贵得离谱。火力军觉得幻象2000的故事还没到结局，虽然老了，虽然慢了，但在新时代的电子战和分布式防空网中，只要配上一把趁手的狙击枪，它依然能在这场制空权的博弈中发挥自己的作用。至于能不能等到2040年，那就要看预算了。而且对于台湾来说，幻象2000不仅是军事问题，更是外交筹码。守着幻象就是守着跟法国的一线联系，说不定哪天就能换回几架阵风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台湾幻象2000的结局是什么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